用手机太多，筷子拿不起来，水杯也拿不起来，你觉得可能吗？这是一个真实的新闻。浙江有一位大爷，63岁，他退休在家，每天早上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，开始看短视频，在沙发上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看。刚开始，他只是觉得脖子有点不舒服，但是半年后，手开始没有了感觉，脖子不能动了，筷子拿不起来了，水杯也拿不起来了，最后只能去医院做手术。医生说，见过很多老人是这样的。新闻说，70%的中国退休老人每天刷手机超过4个小时。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。我也是那个担心父母用太多手机的孩子。今天通过3条新闻标题来看，从爸妈刷的比我多，到算法怎么让他们停不下来，再到这件事真正的原因是什么。看完你就会明白这件事为什么在中国这么普遍。还有一个课本上没有的词，拿捏，很好的解释了这件事。爸妈刷手机比我还狠，如何帮老年人戒网瘾？想象一下，你下班回到爸妈家，和他们一起吃晚饭，坐在饭桌前，他们各自拿着手机，一边吃一边看，有时候还对着手机笑。你和他们说话，他们只是啊，眼睛还是看着手机。你觉得这是真的吗？这就是新闻标题里说的网瘾。每天用手机上网看，根本停不下来，比年轻人用手机还狠。以前中文里有一个词叫低头族，就是整天低着头看手机的年轻人。现在低着头的是老年人。以前是爸妈不让孩子用手机，现在反过来了，这让很多孩子很担心。他们开始想怎么帮爸妈戒手机。戒就是把一个停不下来的习惯停下来，比如戒烟，就是把抽烟这个习惯戒掉。现在呢，戒手机，但是爸妈自己不觉得有问题，他们会说退休了，在家没事做，看看手机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们年轻人有工作，有朋友，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们用手机看新闻，看短剧，还能和老朋友聊聊天。很多孩子说，就算我们住在一起，白天要上班，谁管得住？晚上回家一看，爸妈还在刷手机。有的孩子说，他们比我刷的还多。那为什么停不下来？真的就是因为时间太多了？莫让大数据拿捏银发族，老年网瘾现象的调查与思考。
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喜欢看什么，平台就会一直给你看什么？这就是推荐算法，也就是标题里说的大数据。这条新闻里有2个词，拿捏，意思就是平台完全了解你，知道你喜欢什么，随时可以让你停不下来。银发族就是头发白了的老年人。这些短视频平台非常了解老年人想看什么，做饭、健康知识、家庭故事，然后一直推，越推越准，老年人就越看越停不下来，拿捏了银发族。还有一种内容叫短剧，一集只有2-3分钟，但是有很多很多集，一般你都能免费看几集。等你停不下来的时候，突然就要付钱了。很多老年人1个月会花几百块，有的人会更多。算法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些老年人，这种了解只有一个目的，让你停不下来，一直刷手机。短剧我之前做过一期，感兴趣的话，链接就在上面。快说一件事，如果你想用真实中文练阅读，我帮你准备了一篇免费的文章，我用语音陪你读，链接就在下面，点一下就能开始。好，我们继续。算法当然有责任，但如果只是算法的问题，那为什么偏偏是这些老年人停不下来？老年人沉迷手机，是孤独的表现吗？标题里有一个词“沉迷”，意思是做一件事停不下来，忘了时间。那这条新闻问了一个问题：老年人整天看着手机，是因为孤独吗？很多人第一个想法是，他们和孩子一样，管不住自己。但其实不是这样的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个人退休了，以前他每天有工作、有同事、有事情要做，突然有一天这些都没了，家里很安静，孩子有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家。有的老人一整天可能没有一个人和他说话，这种感觉叫孤独。这个时候，手机就成了最容易、最简单的陪伴，可以和老朋友发信息、打电话，也可以一直看新闻视频，而且都是你感兴趣的。还有老年人学着拍视频，分享自己做饭、跳舞的生活，发朋友圈，认识的人都会给点赞。那种感觉是有人看见我，有人回我，让他们很开心。所以很多老年人不只是在看，他们也是在做，是在说我还在这里。我们说他们沉迷手机，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孤独。退休以后，他们的生活里少了人陪，所以手机不是问题，孤独才是。你身边的老年人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可以写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你想跟我一起读真实中文，
下面有免费体验链接，点一下就可以开始。我是 Coach 天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会继续用真实内容陪你一起把中文读懂。我们下周见，拜。